呢個係一家有住89年歷史、開門排晒隊嘅中華老字號。街坊幾乎每個星期都會雷打不動咁過嚟嘆茶，幾十年都係咁。呢家紅紅火火嘅老牌粵菜館背後有點樣嘅秘密呢？你睇依家啲新鮮鮑魚、豆腐咁樣食起上嚟又冇味又寡，係咪先？所以追原材料好應該要去研發。民國宴以前係達官貴人食噶嘛，你一定要係好有節拍、好有程序、好有儀式咁上到嚟，就唔係話好似依家咁樣，哇羅羅練練喺度搞到飛沙走石咁樣，因為佢哋要成個飲食氛圍要製造啊嘛。所以作為廣州酒家第6代傳承人，蔡偉域所講嘅達官貴人食嘅菜，其實係一個特殊嘅研發任務，復原民國粵味宴。攞住一紙菜譜，要將佢重現餐台，談何容易呢？成班大廚皺晒眉頭，不斷喺度學習。呢個正係廣州酒家與眾不同嘅秘訣之一。大家準備從古書中吸收一啲靈感。我呢度都揾到個啊，嗱，蝦子扒烏參啊嘛，哇，佢仲有首詩添喎，但係呢啲詩我又讀唔出嚟，幾有文化。可惜呢本珍貴嘅舊時菜譜只係記載咗菜單，配料做法提都冇提。大家考慮得最多嘅係呢啲食材今時今日仲揾唔揾到，又發生咗點樣嘅變化？海鮮乾貨係廣府人嘅心頭好。蔡偉域覺得蝦子扒烏參呢一味菜還原度高，當然用咩參都仲要去乾貨市場嗰度現場參詳下。呢邊就海參區嚟嘅。哇，好多海參喎！但係我哋民國菜要揀一種適合我哋用嘅海參，咁嗰種海參咧就係比較大嘅。哦，嗱呢種就啱啦。呢隻係烏參，好似呢度仲有個婆參，好似仲有呢個白玉參。呢個參啲膠質比較夠嘛，而且啲肉比較厚。民國菜嗰個蝦子扒烏參，雖然係叫做烏參，都係海參以前嘅一種稱法啫。選更加好嘅食材去融合呢個菜。係。研究每一種參嘅特點，蔡偉域發現適合民國菜嘅其實唔多。我哋係想用下啲關東參嘅，但係啲關東參比較細啲嘅。即係如果一位位嚟上咧，佢就覺得佢啱。民國菜佢係講大菜啊嘛，佢就覺得主人家小氣啦。喺內心還原咗場景，蔡偉域最終揀咗大烏參。呢條就係4兩。做起嚟嘅效果先好啲咯。作為土生土長嘅廣州西村人，佢係點樣入咗餐飲呢一行嘅呢？其實我哋70後嗰陣時嘅選擇工作機會好少。嗰陣時啱啱改革開放，就好多啲食肆酒樓啊，生意蓬勃，所以就創造咗好多就業機會。因為以前最美好嘅生活其實就係食得飽。落啲蛋漿撈。民國係粵菜形成嘅重要時期，當時商業繁榮，吸引各地名廚雲集。為咗滿足商務宴請嘅需求，飲食市場應運而生。食在廣州越叫越響，好快喺全國聲名鵲起。復刻民國菜係一場硬仗，廣州酒家迎難而上。但係復唔復刻得成功呢？邊個都冇十足嘅把握。點解會咁黑嘅？紅燒都唔係象牙色嘅咩？但係你依家已經係過於，都已經係變咗蠔油色。所以你一整出嚟嗰陣時係一種煙紅色，淡啲嗰種就 OK 啦。推過啊！菜名裏邊去尋找佢嘅創作嘅故事同埋一個創作嘅靈感，然後我哋去復刻佢，可能試20-30次其實都唔出奇。研發推進困難重重，成班主廚乾脆縮細範圍，篩選合適嘅菜肴，先行突破。蔡偉域就將大廚分成多組自選菜譜比拼。打個比方，呢5個師傅嘅菜，大家去比拼。研發菜嘅過程裏邊係一定有爭執，爭執其實就係制高點。大家暗暗比拼，後廚成為實驗嘅戰場。菜
蔡偉域帶頭承擔大菜蝦子扒大烏參嘅製作。烏參味道寡淡，點樣令到佢入味，係烹煮嘅關鍵。粵菜裏邊汁係靈魂嚟嘅，所以我哋選用咗好多老雞啊、豬手啊，包括好似赤肉、雞腳、火腿同埋瑤柱，等佢哋裏邊嘅味能夠互融。我哋咧就將啲原料要煲4個鐘，唔係煲到佢淋出膠。到出膠嗰陣時咧，其實就係煨海參嘅開始啦。再加埋我哋嘅葱，增加到佢哋一種葱香味，而達到一種和嘅味道。依家我哋係將海參放落去，開始煨啦，然後再將啲肉馬冚翻住佢，再慢火煲煨2個鐘頭。收汁咧就等佢啲色咧就更加豐富，呢個就係紅麻大烏參裏邊一個關鍵。大烏參入口軟糯中略帶膠質滑溜，蝦子嘅醇厚鮮香點綴其中，油潤味濃，齒頰留香。另一道大菜豬肚鮑魚由蔡偉域徒弟寧銘文嚟負責。呢次佢揾到最啱嘅食材嚟煮呢一味餸。精選呢個肚尖呢嘅位置，呢個位置咧爽嫩脆嘅，同埋依家豬啊似樣嘅，好難揾到肚尖呢度厚身啲嗰啲原料啦。鮑魚咧要揀啲2到3頭嘅，生猛啲嘅硬身少少啲啦，到時煲出嚟嗰啲口感先會軟糯。選用潮州嘅鹹酸菜，一陣鮑魚一陣豬肚咁擺，將啲潮州鹹酸菜放喺中間呢度塞滿佢，放入去蒸20分鐘。後出嚟嘅鹽湯打翻個薄芡淋上去。豬肚爽脆，鮑魚溏心，鹹酸菜解膩，絕配。陳毅華同蔡偉域同一批學廚，欖仁蟹肉煨鮮蓮經過佢嘅優化，成為咗一味極具粵菜美學嘅菜式。我哋咧就揾魚肉嚟做個底，菠菜汁嚟做色，蒸完咧做成一個蓮蓬，有個蓮蓬嘅欣賞性，所以咧叫咗就蓮蓬羹。青年廚師陳旭才想搞新意思，用油炸鬼嚟裝菜。廣東好出名啊，油炸鬼係嘛？我哋諗到用廣東嘅食材去做一個廣東嘅菜式，仲有西江嘅河蝦，唔係好大隻。海蝦太大粒啦，放2粒，1粒都已經放滿咗啦，睇起身就唔夠精緻咯。叉燒咧會揀一啲肥瘦相間嘅，佢食起身有油脂感啊，即係2種嘅結合做出嚟會更加完美一啲，食起身層次更加豐富。呢味欖仁炒蝦鬆，細粒嘅鮮河蝦炒到乾脆，欖仁添香，再加埋酥脆嘅油炸鬼，一口馥郁，層次分明。禾稈冚珍珠係廣東俚語，田間廢棄嘅禾稈冚住咗寶貴嘅珍珠，比喻藏而不露，貴而不顯。呢個要切到好似紙咁薄，呢個珍珠咧要點10片。放翻呢啲冇衣嘅綠豆落去。邵金黃用綠豆同五花肉做主材，粗料精做，好考功夫，成品精美，完全冇原材料嘅蹤影。燉咗2個鐘頭嘅珍珠，淋埋帶住禾稈清香嘅原汁，綠豆中和咗五花肉嘅肥膩，入口即化。廣州酒家嘅點心係招牌，唔少食客慕名而嚟。民國宴席上又點會少得到呢？今天呢，就是我們做一些什麼民國的點心，然後廣州酒家近100年傳統綿延不絕，7代傳人從來未中斷過。老大身係傳統，更係責任。咁包嗰時紅棗咧就要收埋佢就係啦，用呢啲咁嘅錫紙輕輕搓長佢，咁啊再做一造型。真係有啲似紅棗嘅形狀。係啊，咁所以叫做紅棗包啦。唔記得咗淘汰咗幾多個版本？廣州酒家50個人嘅團隊用咗8個月嘅時間，15道菜單嘅民國粵菜終於重現江湖。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嘅。
為老菜譜延續生命力之後，咁啱民國大戲《珠江人家》拍攝，導演所揾嘅民國菜系就正係廣州酒家嘅研究成果。這可是廣州大酒家新推出的8大8小精選宴。重新演繹民國時期嘅經典粵味，係尋覓百年廣味嘅一道線索。其中有唔少專家嘅幫手。民國菜呢，研發了這麼長時間，請各位專家還有我們的同行們，給我們提點意見，品嘗一下。廣州酒家之所以能夠復刻成功，就在於他們一直是堅守着他們的傳統，他們的傳統是7代相傳，是沒中斷的。所有的創新都要建立在傳統之上，而復刻它是需要能力的。粵菜它的美學定義呢，就是形成於民國時期。粵菜的一個典型就是什麼？它講究一個和，它的內涵是很豐富的。歷經辛苦，只為復原粵菜經典。當感受到舊時粵言風采，大家覺得一切嘅付出都係值得嘅。吳川嘅夜就好似亞熱帶嘅溫度，永遠都係熱辣辣嘅。各式各樣嘅宵夜喺呢度匯聚，但係無論邊個夜市，永遠都有一席之地嘅係吳川特有嘅傳統美食——爛鑊炒粉。但係咁樣嘅夜晚，從來都唔屬於陳亞生。日落之前，佢要劈完將近200斤木麻黃柴，作為吳川唯一用柴火做爛鑊炒粉嘅非遺傳承人。呢個係佢每日嘅必修課。我煎完係用木麻黃，好火有火力。唔單止用嘅柴火講究，陳亞生一定要親自劈柴添。人家冇做得啱我㗎，包括我啲仔都冇做得啱㗎。大嚿佢冇有火，冇嗰啲做呢就燒細嚿㗎。晚飯過後，陳亞生就好似平時咁，燉一煲豬骨老火湯就去瞓覺啦。半夜嘅老屋，陳亞生嘅妹妹陳英開始咗佢嘅忙碌，將本地上等鮮米存放半年，時間令到米粒嘅水分減少，用水浸發，浸米嘅時間根據氣溫決定。最後將浸好嘅米打成米漿，呢個就係吹粉嘅最佳原料。依家搞頭漿，較啱咧，超係炒粉嘅啫。炒粉咯，佢我下火嚟炒嘅啦，發稀咯，佢冇炒得到啦，佢冇咁黐隻殼就啱啦。調製米漿係做好粉嘅關鍵一步。陳英喺家傳幾十年嘅竹編炊仔上面鋪一層防漏嘅紗布，準備開始落漿。咁大隻鑊就係為咗放得落長方形嘅炊仔特登訂做嘅。均勻啊，化啊，一冇就熟喎。手工粉佢有冇厚？佢冇薄得好嗱，薄一滯佢冇薄得好噶。厚啲硬厚啲啦，薄粗啦，拉粉好講究噶。陳英專業炊粉30年，經驗老道。實差8號啦，由開始幫手做啦，都係11點鐘就開始做到個朝早6點，因為大佬cùng老豆兩家啲麻個麻好多嘢噶，家人都有做噶。剝低一層層粉皮，整齊放好。妹妹功成身退，哥哥開始接力。陳亞生切粉好似粵劇大老倌唱戲咁，動作唔算快，但刀刀分明。佢將粉皮均勻咁切成一塊塊，然之後搽埋花生油。嗱，一講話米講夠，嗱二講粗，嗱拉落去切，厚度我有數㗎，我哋嗰啲女超出咯，佢又滑又軟。切幼粉唔貪得快，每次只可以切2-3層，先至可以保證粉嘅闊度均勻。同廣州嘅沙河粉相比，吳川幼粉更加綿嫩，但係又唔會失去韌性。整好嘅粉條潔白晶瑩，油韌彈牙，米香十足。所有準備就緒，凌晨5點，個仔陳應輝過嚟幫爸爸開檔，攞粉出嚟。
裝埋木柴，帶埋煲咗幾個鐘嘅老火豬骨湯，陳亞生出發啦。嚟到附近嘅街市，陳亞生喺呢一度經營咗44年，從露天到半室內，從舊市場搬到新市場。而家嘅新市場嘅肉菜檔主都撤走晒，為咗街坊，亦為咗慕名而嚟嘅外地食客，佢選擇堅守喺呢一度。檔口仲喺度執緊，已經有熟客過嚟報到，兩父子加快速度。三個，我唔加熱料。好，我炒幾多份啊？炒得5、6份。好。前面所有嘅準備都只為呢一刻。陳亞生將木柴塞入爐裏面，透起猛火。佢滗起一殼豬油倒入鑊裏邊，潔白嘅粉條條分明，投入鑊裏面即刻被特製嘅長筷子快速攪散，反覆翻炒，直到粉5成熟左右。陳亞生就將粉撥去鑊嘅上面，既可以慢慢控乾水分，激發焦香口感，又可以快速應對客人落單。喺鑊嘅下面放埋調料，炒熟啲肉，再將粉撥落嚟，同肉一齊炒到金黃，就可以起鑊啦。不過講到個名爛鑊炒粉，隻鑊爛喺邊呢？以前係一個嚿坑㗎，有坑細至得，坑成隻鑊都得，只đặt得入去只爛㗎，擔㗎，有隻個泥爐放入去㗎，叫爛鑊咯。而家嘅炒粉鑊早已經唔爛，只有消失嘅鑊耳呼應住傳統。堅持咗44年嘅柴火，需要經驗豐富先至可以駕馭，為呢一味特色美食更增添鑊氣。爛鑊炒粉焦而不糊，油而不膩，雞蛋芽菜炒粉廣受歡迎，焦香爽口。牛肉搭洋葱係陳亞生嘅最愛，肉嫩粉滑，燒肉油重，加埋韭菜吸油提香，唔少人都痴迷於呢一道鑊氣。食過一次之後，我就帶朋友，朋友又帶朋友。佢鑊氣啊，係比其他啲方面好多嘅，好正啊！幾代本地人食粉食到上晒癮。細細個喺度食咯，喺度住嘅附近嘅應該都知道嗰度。都有人為佢遠道而嚟。眼光嚟啊！特登嚟㗎。晒火係慢慢控個鑊咧，唔會焦。氣爐炒火嘅太猛㗎，搶火容易焦㗎。14歲就入行嘅陳亞生，為生計奔波咗大半世，停低落嚟陪伴兒女嘅時間非常之少。轉眼間，大仔都已經到咗而立之年。我老豆好識燒㗎嘛。我啲父子啊冇乜嘢係，冇乜嘢燒過。我好少㗎，我基本上好少車前一齊嘅，基本上一日就見一個鐘，真係冇坐過咁近。陳應輝本來喺深圳做餐飲，而家翻吳村結婚生仔，諗住穩定落嚟，繼承爸爸嘅手藝。有細路仔啦，就個心態就變啦，都打算跟我老豆學翻吳手藝嘅。老豆錢俾我，我錢俾佢，家鄉做唔錢俾得行啦。對於吳村人嚟講，呢味爛鑊炒粉早已經融入生活，混合住豬油氣息嘅米粉香，穿透漫長歲月，勾起回憶，走向未來。凌晨6點，姚玲夫婦上山，今年第3批熟果等待收割。嗰批黃啲嘅摘嗰度啦，今日要割500斤喎，今日51喎，要割快手啲啦嚇。好咧。8點前，最新鮮嗰批菠蘿就要送落山參加結業禮——神灣菠蘿節。快啲啊！神灣菠蘿係中山神灣嘅地標水果，
除咗直接將原隻神灣菠蘿就地正法之外，佢仲可以用嚟煮餸。神灣菠蘿醬就係老廣調味嘅秘密武器。將神灣菠蘿切塊打汁，慢火熬煮，直到變濃稠，加入蜂蜜增甜，神灣菠蘿醬就新鮮出爐啦。酥脆嘅燒豬，流甘嘅醬，就好似流心咁化解燒肉嘅油膩，透出淡淡嘅清甜。喺廣東，菠蘿喺菜肴裏面嘅作用就好似醒獅最關鍵嘅一環——點睛。熱帶水果獨特嘅甜當中透住一啲酸味，奠定咗粵菜喺酸甜領域嘅獨特魅力。但令到菠蘿入職嚟到菜肴裏面嘅係老廣靈光一閃嘅劍走偏鋒。菠蘿蛋白酶係純天然嘅嫩肉粉，同時果酸果糖都會滲入肉類同海鮮裏面，最後只需要灑翻少少鹽就可以帶出鮮果豐沛香甜嘅氣息。呢個就係酸甜嘅嶺南表達。啲菠蘿都賣得七七八八啦，我而家上山度割一啲落嚟補翻啲貨。剩下的兩個裝箱啦。五一假期遊客最多，生意火爆，車停滿晒鴉髻山，排到山腳下幾公里之外都係常態。趨之若鶩，排隊輪候，食客就係為咗搶先品嚐時令嘅第一啖酸甜。神溪村背山面海，陽光充足，雨水豐沛，係神灣菠蘿嘅主要產地。3000畝神灣菠蘿因地制宜，依山而種，形成咗景觀獨特嘅梯田菠蘿山。落邊啲菠蘿都賣得七七八八啦喎！你而家割咗幾多啊？我個今朝5點鐘起身，而家割到1000幾百斤咯。姚玲屋企嘅菠蘿好搶手，仲未熟已經落訂，唔使出鴉髻山已經賣晒。自然成熟嘅菠蘿外皮呈現青黃兩色，摘低就可以直接入口，咬落去好似引爆住一粒甜蜜嘅炸彈仔。至於果肉，爽脆無渣，連菠蘿心都係脆嘅。天然種植嘅水果，每一個都係獨一無二嘅存在。佢哋同種植農戶之間形成咗心照不宣嘅風味密碼。日照比較強啦，同埋個利水咧都比較好嘅。最近都滾你啫嘛，真種蘿蔔好辛苦，太遲啦！一嚟路開波車開唔掂，我哋都係50斤啊，50斤咁托上嚟。從育苗、種植、施肥都日常管理，兩夫婦親力親為。高山種嗰啲菠蘿咧，同埋嗰啲真係唔同嘅。一般情況下，咁多就夠噶啦。種植距離有講究，植株過密，光照就唔夠；間距過疏，容易灼傷果實。遇到一嚿石，就要種少10幾粒菠蘿。種唔到咪避開佢咯。幾田咧，起碼1畝地咧種3500到嘅。茅中人到嘅。妖咩茅啊？你試下啦，田地種啦。山地菠蘿嘅產量只係得平地嘅1/2，1畝地只係種得2000個菠蘿。菠蘿嘅生長期一般喺18個月，而姚玲屋企嘅菠蘿必須要種滿24個月先至可以收成。真係老身咧，菠蘿咧特別好飲。要時間你烘嘅先得㗎。揀一啲細隻嘅菠蘿落山售賣，目的係吸引遊客嚟到果園體驗採摘菠蘿。點解有大有細嘅？點樣節揀㗎？啲人中意大隻，有啲人中意細隻，其實都係一樣咁嘅品質嘅。而家啲菠蘿都大量喺度出緊。哦，夏令營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果園嘅後院散養住上百隻雞鴨鵝，週末為熟客提供限時限量嘅特色農家菜。菠蘿園早就係個立體嘅商業綜合體。姚玲帶住夏令營嘅小朋友上山摘菠蘿、食菠蘿，寧哥就喺後廚開火，準備大展身手。
參考細個嗰陣泥煨雞嘅做法，佢哋用黃泥搭建咗煨雞窯，柴火熱窯，處理好嘅走地雞用鹽泥按摩，再用荷葉包住，捲埋錫紙，將雞依次放入窯裏邊焗45分鐘就可以出爐。自產嘅菠蘿自然擁有標誌性嘅味道。雞肉煎到表面金黃，炒製調味之後，關鍵係最後先至加入嘅菠蘿。高溫之下，盛大嘅菠蘿酸甜味一浪接一浪，層層疊疊拍過嚟，香氣襲人。菠蘿炒飯看似簡單，實際複雜。米飯提前用蛋漿撈勻敷個全身膜，飯炒到粒粒金黃，加入叉燒、豆角、紅黃綠3色辣椒，然後先到神灣菠蘿粒就位，花紅柳綠嘅配料通通成為咗配角。冇錯，菠蘿哥就係咁霸道。這個菠蘿炒得還蠻好吃的，3天羹。食客大快朵頤，心滿意足。走嗰陣已經係下午3點半，兩夫婦呢個時候先至可以食中午飯。新鮮嘅包心生菜葉包住煎熟嘅五花肉，用青菜嘅爽口、豬肉嘅豐腴、菠蘿嘅酸甜，治癒疲憊嘅身心。樸素嘅老廣用苦澀嘅汗水對每一塊菠蘿田都真誠對待。大地明白呢一份純真，於是一年一度用峰回路轉嘅酸甜，定時回歸，從不爽約。粵菜強調時令，不時不食是道法自然的老規矩，但看天吃飯，被動的等待和質量的良友，讓心思活絡的老廣更篤信，守正不意味固步自封，出奇往往帶來驚喜。於是，他們在味道的世界裏開始了創新的跋涉。徐喜家驅車50公里，來到了曲江，只為尋找一種高山菌菇。帶你去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高海拔的仿野生種植的一個椴木冬菇。這個生態很好，環境很好啊。適合菇類哦。這個整個羅坑的環境非常好。這個你種的冬菇啊？是啊，是啊。哇，這裡挺好的，這海拔應該有400-500左右吧？有，是一個利用這個海拔高一些，然後有溫差哈，還有它的生態，它出來的品質會是比其他的要好的。椴木冬菇相比帶料香菇周期長，產銷慢，但香味更加濃郁。身居韶關羅坑大山，香菇素的營養積累好。徐喜家今天要挑選的育種選手有2個標準：8成熟，個體健壯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哎呀，長出來的。哈，找一個在青年階段的，子實體要硬實一點的，這個菌種才比較強壯。開模它剛開，剛剛開啊，孢子也沒彈。這個裡面就是那個菌褶一條一條，這裡面就藏有孢子的。你要收集到孢子才行，所以這個可以。好，包好香。這個下次如果說野外有看到有野生的這個香菇，你聯繫我，打個電話給我，好吧？喂，今天我們採了這個高海拔的這個香菇，我們馬上把它這個提取一下菌種。徐喜家是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總工程師，畢業後就來到這裡與各種食用菌打交道，今年已經是第19個年頭。那是什麼木載體啊？這是椴木的，我們就把菌種給它提取複狀，看把菌種再活力再增強。提高產量的質量。四處奔波尋菌菇，培育菌種是他的日常工作。韶關地處粵北山區，平均氣溫低，晝夜溫差大，非常適合食用菌的生長。這裡出產的食用菌品種很多，香菇、真雞菇、白玉菇、黑皮雞樅菌等幾10個品種。
深受食客们喜爱。在诸多菌菇中，香菇才是老广最宠爱的食材。昔日人们会把产于粤北晒干的香菇称为北菇，其中冬至采摘的头菇最是抢手。日式料理店里脑袋顶上划了几刀的香菇，模仿的就是当年被北风吹裂了口的头菇。激发北菇的鲜美和香气，老广自有方法。将干香菇浸发后切粒儿，放入调好味的肉馅中拌匀，酿入泡发后切断的竹笙，填满香菇。以鲜味取胜，无需太多花活，简简单单清蒸就好。此时肉汁和油脂都被竹笙和香菇吸收，香气扎实浑厚，肉馅鲜甜干爽，尽显香菇王者风范。新鲜鱼黄馍洗净切碎，和肉碎干黄酱一起猛火爆炒收汁。细腻浓香的鱼黄馍肉酱是面条的灵魂伴侣。黑牛肝菌本是云南菌子界的当家花旦，每年只有到夏季才能吃到，保存期极短。但是在韶关，想什么时候吃随时供应。用肉类油脂滋润牛肝菌，提升鲜气，和五花肉同炒，鲜香味道就迅速地冲浆出来。菌子与鸡肉也是天然的好搭档。鲜菇土鸡煲是一道不显山不漏水的老广靓汤，鲜香潜藏在金黄色的鸡油之下。为了吃到全国各地的菌子，老广不惜投资设立了菌子生态工厂。徐喜家所在的工厂主要生产真鸡菇和白玉菇，通过控制空气、光照、温度、湿度等条件，模拟菌子的生长环境，实现食用菌规模化、标准化、高效化生产。这个叫真鸡菇，也叫蟹味菇。从放菌种到培养到这个出菇时间115天。徐喜家每日不厌其烦地检查调整车间的工作，只为保证每一颗菌子都是大自然的天然味道。厂房有30个库啊，那我们一天的一个产量是将近45吨，能够实现每天的一个循环，每天有进的库，每天有采收的库、出的库。阿威，今天来看一下这个灰树花哈。徐喜家有个属于自己的秘密基地。现在这个效果来看，还是长得比之前改善很多了。这一瓶是谁订的？是我们国内最大的火锅市场。行啊，只要说我们前面把这个工艺稳定好。在这里有新开发的品种。虫草现在怎么样？虫草现在现有的配方是稳定的。挺好。生态工厂每天出菇100多吨，流水线从不休息。按照客户的指定规格包装、冷链发货，已经成为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主要供应商。喂，你好。哦，罗支书啊。从美食天堂潮汕来到客家人聚居的粤北山区，徐喜家实现了从大海到大山的跨越。好的，我过来啊，我现在开车过来。热爱只有一个理由，制造鲜美。哎，张姐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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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菇长得不错哎，还可以。香菇种植是山区农户的生活保障。徐喜家经常下到村里帮助大家。这种就不会留在上面了，你看，这些产量留块根部在上面，就那个菌柄在上面是不好的。这个留在。很多山区农户没有专业技术，徐喜家就是他们最坚强的后盾。我们都很开心啊，小孩子又能顾上，工作上又不会有什么问题，就是这样，不错了，不错了，可以了。如何种植管理？何时才能收成？怎样分级定价？
徐喜佳和团队都会一直跟进。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啊，你就发信息给我都行，我们会第一时间会反应的。在菌子的世界里，研究菌子的人和烹饪菌子的人是天然的好友。強哥，你好啊，許總，你好，好耐冇見啊！新研發嘅煨樹花新產品，哇！今天徐喜佳提供新研发的菌子，好友強哥負責下廚炮製。入去整翻兩味，整翻兩味好。这是一种少见的食材——灰树花，老百姓俗称五菇、栗蘑。它是一种寄生在栗子树下的野生蘑菇，佢會更加香啲嘅。灰樹花肉質脆嫩，強哥用粵菜的料理手法，上脆薑油炸。脆薑看似普通，實則複雜，要用鹽、糖、雞粉調味後，再加入適量水，攪拌到柔滑無顆粒，才能放入灰樹花上漿。灰樹花要炸2次，中火炸到金黃，定型撈起。待油溫升高到一定程度後，再復炸。外表掛漿酥脆，內裡菇肉肥美，蘸上泰式酸甜醬，酸酸甜甜，鮮鮮嫩嫩，佐酒最佳。既然是菌菇專家提供食材，強哥自然不客氣。最後的壓軸菜是菌子大聚會，先把白玉菇、杏鲍菇、黑牛肝菌、香菇、黑松露切碎，灰樹花絲條，然後將灰樹花和各種雜菌依次放入油鍋，炸乾水分撈起。橄欖油，另起一口鍋，下橄欖油，瑤柱絲、冬菇粒兒炒出香味兒，倒入菌子，調味兒翻炒出鍋。這是粵菜料理手法中用素食展示濃郁口感的獨門秘籍。許總，哇，咁靚嘅餸啊，好香喎！整咗幾味啦。咁啊，呢個咧就係用嗰個天婦羅炸佢，佢係要舔一舔呢個汁食嘅。好嘅，我試下先。出邊脆嘅，入邊係嫩嘅，好香喎。呢個咧就係灰樹花咧，就係炒臘味啦，食起上嚟咧更有一番滋味嘅。好鮮甜啊！係啊，最重要咧就係啲原材料要好。咁啊係喎。我今日咧就整呢個菇醬咧，阿許總你咧都可以做一個預製嘅呢個菇醬，慳翻煮餸啊！吳川地處粵西最大河流建江的下游，三江匯聚，瀕臨南海，豐富的水資源使得吳川的水產養殖業興旺發達。羅非魚獨佔鰲頭，成為吳川走遍世界的名片。80後的鍾金魚是水產養殖大拿，有着20多年的養魚經驗，在當地小有名氣。精心養護了7個月的魚，明天可以下網捕撈。大家1年的生計都在這幾口魚塘裡。每次颱風過來咧，我哋都會有個損失，所以我養殖種植好難講啊，靠天命啊。天剛亮，一支12人的專業捕魚團隊已經開始做捕撈前的準備工作。根據魚塘大小，他們把3張50米長的漁網拼接成1張大網，是為了捕獲1斤以上的魚。領隊寧亞宗經驗豐富，一邊觀察水中情況，一邊指揮工人將漁網慢慢沉入水底，確保漁網把池底鋪滿，兜住魚群。2個半小時過去了，眾人開始合力緩慢拉網。突然，
泡在水里的宁亚宗兴奋了起来。你又係關鍵，你哋作網佬作得到佢先有用㗎，係咪咯？隨着漁網逐漸聚攏，數萬條羅非魚即將起水。另一個挑戰接踵而來。啲魚啊，而家太多啦。漁網裡的羅非魚密密麻麻，擠在一起，容易供氧不足，導致死亡。真正魚回來冇得鵝頭㗎。鵝頭係有危險啊！經驗老道的中金魚連忙開啟供氧機，隨後又拿來一桶補氧神器，魚群終於能正常呼吸，他這才鬆了口氣。貨車很快入場，準備裝載今天的第一車魚。做嗰啲羅非啊、烤魚啊，就要過呢個咯，斤7左右，斤6、7啊就足夠㗎啦。這次捕撈了10萬斤羅非魚，大大超出中金魚的預期。老闆佢哋估算係6萬幾斤，從3部車一直派到第6部車咧，加賺晒1萬斤多。在過去，羅非魚銷售主要依賴出口，大豐收往往未必有好收入。但在吳川烤魚闖出招牌以後，養殖戶多了一條賺錢的通道。出口嘅話，價格一直好被動啊！政府啦，呢幾年就搞個烤魚啦，而製菜嚟講，對我哋都有好大嘅幫助。捕魚隊立大功，中金魚請來村裡的鄉廚給大伙兒做飯。今天的主菜是酸菜羅非魚。新鮮的羅非魚簡單處理後，直接切塊下鍋煸炒，用薑豉調味，最後加入酸菜炒香。家常菜主打魚肉新鮮嫩滑，酸菜馥郁爽口。喂，你好，陳總啊。老闆你好啊。依家啱咗魚啊，咗車魚嚟。啊，好啦，趕緊送過來啦，等你魚過來。剛剛捕撈的羅非魚被迅速送到加工廠，陳引生和同事們同步驗收。羅非魚按1斤和1斤半2個規格分揀出來，由質檢人員抽樣檢測。這裡殺這個魚呢，這種品質就是非常好的，這種肉質的感官就非常好。整體顏色是符合我們的要求的，沒有什麼黃釉嘛，是吧？看這個也沒什麼寄生蟲，非常適合做我們的烤魚。過完質檢關，新鮮捕撈的羅非魚馬上被送到車間打鱗和開背。我們原來大概1個小時要10幾個人才能夠做3000多條魚，現在一台機器只要2個人就可以解決了，替代了。今天要做的是蒜香風味烤魚，適合吃辣功力偏弱的老廣，在180攝氏度高溫下炒香蒜蓉，經歷半個小時的水深火熱後，集體送去滾揉車間。就是滾揉後的一個魚呢，它的這種肉質彈性會更充足，然後呢也是可以起到一個提鮮的作用嘛，是一定要把控好啊，這個是保證口感的關鍵，是好吧？經過200攝氏度以上的滾油熱烤，羅非魚外皮變得焦香，肉質依舊保持鮮嫩。此時滿車間都是誘人的味道。經過2次調味的烤魚被源源不斷地送進一台雙螺旋凍機中，會在零下45攝氏度的溫度下凍結100分鐘。超低溫可以鎖住肉汁和香氣。吳川烤魚風味多樣，麻辣、青花椒、蒜香是食客熱捧的主流。研發部的陳文偉決定再來個泡椒風味。定期碰頭試吃新品，是陳引生和研發部的日常工作。這次的泡椒風味由4種辣椒和紫薑調配而成，吃一口，老廣能辣得
倒吸一口凉气。先试点汤，先试一下这个汤。我试了之后，我觉得这个辣度呢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广东人啊，很下饭。对，以前我们炸的是1到2分钟，现在我们延长时间3到4分钟，你会更加酥脆。酥脆哈。流程管理、规模运作、批量出品、质量稳定，这是老广在味觉世界里的新尝试。其實這並不是突如其來的變革，更不是向工業化的妥協。蒜香味好適合我哋唔食辣嘅廣東人。這個味道絕好吃，這個絕對上癮，就是太辣了。當然了，我一個人吃完1盤都沒問題的哦。唯一改變的是時刻出現的時間、地點和品嘗的方式，唯一不變的是味道，才是買單的前提。